大家好，欢迎观看信息局外人。女律师做了10年体检，检查结果却从来没有问题。2024年被确诊为肾癌晚期，面对质疑，体检机构回应：你买的是基础套餐，不能指望查出所有病。这不是一次声明，这是一次信任的断裂。而这背后揭示的是一整套被默许的服务逻辑。女律师张小玲从2013年到2023年，在爱康国宾连续体检10年，所有报告显示正常，却于2024年被确诊为透明细胞型肾癌，并于2025年确诊为骨转移。爱康国宾回应，张女士一直使用的是律协提供的基础套餐，未自行付费升级。2023年10月的报告虽然提示了肾错构瘤的可能，但解释为先天钙化灶或炎症痕迹，无需特别处理。公司还声称将对张女士提起诉讼，称其造谣污蔑，案件已正式立案。爱康国宾董事长张黎刚在媒体说明会上表示，几百块的体检不能查出所有病，要查出某个病可能要几千几万。当你指望说一个几百块钱的一个体检能帮你什么病都查出来，而要查单一的病多花几千几万块钱的时候，你认为这样的情况存在吗？并强调普通人对体检看病没有明确边界，对体检功能存在误解。媒体多次将其言论浓缩为别指望几百元能查出所有病，引发公众质疑体检有效性与宣传边界。爱康国宾宣称对媒体断章取义保留追诉权，但同时直播关闭评论区，没有公布详细操作数据，造成信任裂痕。2025年5月，国际细胞与基因治疗协会发布新版 MSC 间充质细胞标准，正式将 MSC 从肝细胞更名为基质细胞，并明确要求若要称肝细胞，必须提供肝性实验证据，如自我更新和3项分化能力。这些内容在2006年的版本中并非强制。这一转变不仅仅是一场命名游戏，它意味着过去被称为肝细胞的产品可能从来不具备真正的肝性。你为他们付出了数万元，却从未听过下面这些问题：他们来自哪种组织？用了哪些培养配方？活性检测达标了吗？而这些都是新版标准要求你必须知道的。也就是说，肝细胞行业的根底被推翻了。我们长期信任的是名字，而不是科学有效性。那么我就要问一句了，这19年里你花了数万元打进身体里的到底是什么？先从你身边最熟悉的医美说起，你是不是也刷到过这种广告？日本肝细胞抗衰老，真皮层再生修复，一次年轻10岁。销售顾问满口术语，逻辑通顺，说的比医生还专业。但真相是，他们没有医学背景，不过是照着公司员工培训 PPT 内容背台词的人，对产品的真实活性、来源、效果更是一无所知。接着你去买房，熟悉的一幕又来了，销售告诉你这边将有小学、有医院、有地铁、有公园，你满脑子规划图，仿佛能看到5年后的繁华街景。但现实往往是你拎包入住了几年，才发现什么也没有。而当初跟你讲故事的销售早就跳槽了。你想理财了，这套剧本再次上演。银行理财经理会热情的推销基金，说是明星产品，收益稳健。你以为是量身定制，其实是佣金排序，还有可能是代销的第三方金融产品。你看的是产品的预期回报，他看的是提成表上的返点。你们两个都不是傻子，但你相信的却是他站在你这一边。最后，哪怕你生病了，这种信任错位也从来没有停止过。你挂了某家民营医院的知名医生门诊，结果发现医生每周就来1-2次进行坐诊。孩子做脱敏治疗，1年换3个主治医生，没有交接，没有解释，只剩下一堆被打断的方案和更贵的账单。你看重的是医生的资质，坐诊医生看重的是比所在公立医院更高的佣金。而一旦佣金无法兑现，坐诊医生与民营医院的合作关系就会画上句号。医美、地产、金融、医疗，我们总以为这些行业的专业外衣代表着安全保障，值得信赖。但很多时候，这些外衣只是拿来卖给你看的。你看的是专家，他看的是提成。你以为他们卖的是医学突破，其实卖的是行业定义的漏洞。更可怕的是，不只是肝细胞，越来越多的行业正在用专业外衣包装利润剧本。为什么我们总在被骗？不是我们太傻，是世界太复杂，而我们太想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。我们希望医生告诉我们你没病，希望销售告诉我们买这个不会亏，希望理财顾问告诉我们我是为你好。但现在的专业早已不再是靠知识和责任来定义，它靠的是你穿什么衣服、说什么话语、拿多少提成。我们信任专业，所以愿意在它身上投资金钱、投资身体，甚至投资未来。但有一个底层逻辑，千万别忘了，你希望通过别人的专业来实现容貌升值、财富升值，但他们首先关注的从来不是你的回报，而是他们自己的佣金。正如《华尔街之狼》里说的，你帮客户挑中了一只股票，他赚了钱，想套现离场，这绝对不行。你要做的是想一个办法，让他继续把收益投资进去，因为我们赚的是手续费，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。他们赚钱的方式是让你永远在相信的状态，这不是哪个行业的问题，而是整个信任系统的悄悄崩塌。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经历？你信的专业人士最后真的
的负责了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故事，让更多人看清这个时代的信任陷阱。好了，今天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些话题有共鸣，也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个现实，就请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、留言。咱们下期再见。